大家好，我是露西。现在几乎所有行业都开始被 AI 重新改写，很多以前需要花大量时间完成的工作，现在 AI 几分钟就能做完。以前很多需要专业门槛的事情，现在普通人靠几个工具也能快速上手。于是越来越多人开始担心 AI 会不会真的让大量人失业，我们的工作会不会有一天突然被替代。其实我自己算是最早那批开始使用 AI 的人，也拿过人工智能应用相关认证，一个 AI 重度使用者。前几年大多数人还把 AI 当成一个聊天机器人的时候，我已经开始系统学习 AI 相关的东西。在实际工作里，我也长期使用 AI 做数据建模、数据分析，搭建智能工作流，自动化处理流程。很多过去需要重复完成的工作，现在都可以交给 AI 辅助完成。所以这几年我其实是亲眼看着 AI 一步一步成长到今天。很多时候你会明显感觉到它不是一个普通工具，而像是一个能力放大器。也正因为我长期使用 AI， 所以我很清楚 AI 真正可怕的地方可能并不是它会不会替代人类，而是它正在迅速拉开人与人之间的差距。因为有的人已经开始利用 AI 把自己的效率放大10倍，而有的人甚至还没有意识到时代已经开始变了。尤其是最近2年，这种情绪明显变得越来越强。科技公司裁员，企业缩招，应届毕业生找工作越来越难。很多人开始隐隐感觉到，似乎整个社会都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。过去我们总觉得机器最多只能替代重复性的体力劳动，但今天的 AI 已经开始进入写作、设计、编程、分析、客服，甚至教育领域。它不只是干活，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开始思考。所以今天这期视频，我不只是想聊 AI 会不会替代工作，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已经有答案了。真正值得思考的问题是 AI 到底会替代什么样的人？未来什么能力会越来越值钱？普通人又该怎样在这个时代里避免被淘汰？如果你认真观察过去2年的变化，就会发现很多公司其实已经给出了自己的答案。从2024年开始，美国科技行业出现了大规模裁员，亚马逊、微软、Google、Meta， 包括很多金融公司都在持续缩减部分岗位。与此同时，另一个现象也在发生，越来越多企业开始疯狂投资 AI， 很多公司甚至明确表示，希望通过 AI 提升效率，降低人力成本。以前客服需要大量人工回复，现在 AI 客服已经能完成大量基础沟通。以前初级设计师需要反复修改海报，现在一句提示词就能生成几十版方案。很多人以为 AI 最先影响的是蓝领，但现实可能恰恰相反。大量白领岗位其实才是最容易被 AI 冲击的，因为很多办公室工作本质上就是信息整理、流程处理和重复性判断，而这些恰恰是 AI 最擅长的事情。高盛曾经发布过一篇报告，里面提到一个非常惊人的预测，未来全球可能有数亿个岗位会受到 AI 影响，尤其是行政、文员、基础金融分析、客服、简单内容生产等职业，自动化程序会越来越高。那哪些工作最容易受到冲击呢？有意思的是，历史上几乎每一次技术革命，人类都会产生类似的恐惧。19世纪电气革命爆发的时候，很多工人也曾经担心机器会抢走工作。但后来流水线进入工厂时，人们同样认为大量工人会失业。再后来互联网出现的时候，很多传统行业也经历了巨大冲击。可结果是什么？结果是旧工作消失的同时，新工作也在不断诞生。100多年前，汽车还是只有富人才买得起的奢侈品。后来福特把流水线生产引入工厂，汽车生产效率大幅提升，原本需要几十个小时才能组装完成的汽车，被压缩到几个小时之内。很多工人当时都非常害怕，因为他们觉得机器会让自己失业。但最后发生的事情却完全相反，因为生产效率提升之后，汽车价格开始暴跌。以前只有富人买得起的东西，普通家庭也能消费了，需求迅速扩大。
福特不仅没有减少工人，反而还开始大量招人。这其实揭示了一个很重要的规律：每一次技术革命，本质上都是生产力的大幅提升。而生产力提升之后，社会往往会出现两个结果：第一，一部分旧岗位会消失；第二，新的需求会被创造出来。互联网就是最典型的例子，它确实淘汰了很多传统岗位，但同时也创造了大量过去根本不存在的新职业，比如短视频运营、直播、电商、自媒体、APP 开发、云计算、AI 训练师。这些工作几十年前的人甚至无法想象。所以从长期来看，我并不认为 AI 会彻底毁掉就业，因为人类的需求本身就是无限扩张的。真正的问题在于，在新需求出现之前，会有一段非常痛苦的过渡期，而这段时间里，最危险的人并不是能力最差的人，而是那些只会一种固定技能的人。因为 AI 最擅长的就是把标准化能力迅速变得廉价。以前会做 PPT 是一种能力，现在 AI 几分钟就能完成。以前会写基础文案很值钱，现在 AI 1分钟可以生成几十条。以前会简单剪视频是一门技术，但今天很多 AI 工具已经可以自动完成。未来最容易被替代的，其实不是某一个具体职业，而是那些重复性高、可标准化、缺乏创造空间的工作方式。因为 AI 最擅长的事情，本质上就是学习规则、处理信息，以及无限复制已经存在的流程。以前很多需要专业门槛的工作，现在正在迅速被 AI 压缩成本。你会发现，一个会使用 AI 的人，效率可能已经相当于过去一个小团队。大家经常问到的是，什么会被 AI 替代？但真正值得思考的问题其实是，什么东西最难被 AI 替代？我觉得至少有3样东西，而且这些能力在未来可能会越来越值钱。第一，是人与人之间真正的信任感。你会发现 AI 可以生成内容，但它很难真正建立长期信任。很多人愿意持续关注一个博主，并不是因为他信息最全，而是因为观众相信这个人。大家相信他的判断，相信他的价值观，相信他的表达背后是真实的人生经验。未来 AI 越普及，信息和内容本身就会越廉价，而真实的人格、真实的表达、真实的情绪反而会越来越稀缺。第二，复杂环境下的判断能力。 AI 很强，但它并不真正理解世界，它更像一个拥有海量知识的超级工具，但最终做决策、承担责任、理解复杂人性的依然是人。很多高价值工作真正核心的部分从来不是执行，而是判断。因为现实世界里很多问题并没有标准答案，什么时候该冒险，什么时候该保守，什么选择背后隐藏着长期风险，这些东西不是知识的问题，更是经验、认知和人性的综合结果。第三，持续学习和跨领域能力。未来最危险的人其实不是普通人，而是那些停止成长的人。因为 AI 正在快速压缩单一技能的价值，以前靠一个技能吃10年饭，未来会越来越难。真正有竞争力的人会越来越像复合型人才，懂技术、懂表达、懂商业、懂协作，还能快速学习新东西。那普通人到底该怎么办呢？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不是焦虑 AI， 而是尽快学会如何与 AI 一起工作。未来淘汰你的可能不是 AI 本身，而是那些已经开始熟练使用 AI 的人。而且越早接触 AI 的人，越容易感受到一种很明显的变化。AI 真正厉害的地方，并不是代替你工作，而是放大你工作的能力。有人用 AI 做研究，有人用 AI 写代码，有人用 AI 分析数据，有人用 AI 做视频，自动化流程。很多过去需要团队协作完成的事情，现在一个人借助 AI 就能做到。所以未来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差距，可能不是谁更努力，而是谁更会利用 AI 放大自己。很多人总担心 AI 会不会让人类变得没价值，但我反而觉得 AI 会让真正的人类能力变得更值钱。
因为当所有人都能轻易获得知识的时候，知识本身就不再稀缺，真正稀缺的会变成理解能力、判断能力、创造能力以及人与人之间真实的连接能力。每一次技术革命刚开始的时候，大家最喜欢问的问题都是什么会改变，但真正重要的问题其实是什么永远不会改变。技术会变，工具会变，行业会变，但人类对效率的追求不会变，对更好生活的渴望不会变，对被理解的渴望也不会变。所以 AI 真正淘汰的从来都不是人，它淘汰的只是那些停留在旧时代工作方式里的人。因为当别人已经开始利用 AI 放大自己的时候，你还是原地不动，本身就已经是在后退了。所以未来真正属于的可能只有2种人，一种是创造 AI 的人，另一种是最会使用 AI 的人。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。如果喜欢我的内容，不要忘了订阅点赞。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评论区讨论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